我们台湾国人出国想去国家的排名前10名，马来西亚垫底。所以我觉得这个排名有问题，马来西亚不该这么后面。所以我们今天来平反一下。欢迎回到欧咪干什么？我是天咪，欧文。我们从马来西亚回来也1个多月啦。我们这支影片想跟大家讨论分享，为什么台湾人不爱去马来西亚呢？我们在滑手机的时候看到 KKday 有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它主要就是针对2022解封后的台湾，我们台湾国人出国想去国家的排名前10名，前面的4名我都觉得很正常，日本、韩国、泰国、港澳。但是我觉得从第5名开始就有点奇怪，第5名是新加坡，就是你单看的话也没什么问题，然后再来是欧洲、美国、菲律宾、澳洲，然后马来西亚垫底。可是它跟新加坡不是连在一起吗？对啊，他们坐巴士都可以直接到啊。他们排名也分太开了。对，一个第5名跟一个第10名中间差了这5名，那我就觉得说这2个连在一起的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大悬殊的排名？因为我以前是做旅游业的，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台湾的旅游业者习惯把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包装成一个旅游商品，旅游业大部分会比较倾向于新加坡进去的飞机，因为台湾飞新加坡的班机比较多，在我那个时候做的时候了，所以很多旅游说新马5日游，马新比较少听见，偶尔也是有。新加坡的旅游资源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少的，地方也不大嘛，我觉得排个1天，如果要玩环球的话排个2天，我觉得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排名有问题，因为这几个国家啊，我们是除了菲律宾以外其他都去过了啦，我觉得这个马来西亚不该这么后面，所以我们今天来平反一下。我们今天影片有整理了一些行前建议跟旅游心得，要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开始吧。Go！首先，第一个，它没有时差，没有时差就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像日本、泰国嘛，早1个小时晚1个小时，有时候你鬼打墙的时候，你就会记错时间。然后再来是马来西亚这个飞行时间比较久一点，因为如果说正常的话啦，大概都要飞到5个小时。泰国第3名的国家嘛，它只要飞4个小时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硬伤，就是比较远嘛，会多少影响大家出行的意愿。多坐1个小时就差。我觉得泰国跟马来西亚这2个国家，其实他们的旅游性质是高度重复的。他们都是东南亚国家嘛，饮食习惯我觉得部分也都蛮像的。因为泰国其实华侨也非常多，毕竟跟中国连在一起嘛。我觉得这2个国家性质这么类似，但是马来西亚会排在第10名，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整个国家的政策对于观光产业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也跟马来西亚的国情有关系，因为毕竟有3个种族嘛，所以或许在一些政治因素上啊，还是一些国家决策上，可能就没有办法来得那么的开明。因为相较于泰国嘛，你看泰国连大毛毛都开放了，这个不开明吗？而且泰国有很多针对观光的元素，像卡图卡那种啊，然后还有乔德夜市，这个是我们现在台湾人很爱去的一些景点。我觉得泰国很擅长包装它的旅游业，他们也有这个资源。因为像旅游这种东西，你离不开黄赌嘛。你看泰国黄有多好玩，桌有多好玩，街有多好玩，对不对？考山路啊、素坤驿啊、那拉普拉扎那种地方，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赌嘛。泰国有官方赌场吗？我不知道有没有官方的啦，但是地下的肯定是一大堆。然后再来就是赌嘛，赌就很明显嘛，都开放了嘛，对嘛，大麻都开放了嘛，自然组的嘛。马来西亚就是相对民风保守一点，所以我觉得没有办法啦，这个就是先天条件。我觉得这2个国家的人都很可爱，都很友善。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这2个国家的人都是有一定的宗教信仰，像泰国就是一个佛教国家啊，马来西亚有3大种族嘛，印度教跟佛教就很接近了嘛，因为他们其实是同样的东西在分出来的。然后华人的佛教、道教跟马来人的穆斯林这3个宗教，他们是不会冲突的，因为像基督教跟天主教这2个教义，整天就想要干死对方，因为他们的教义就是说，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不要相信，其他人都是假的。佛教、印度教就是世界大同嘛，大家好来好去嘛，我觉得就融合得很好，你知道吗？大家都维持在一个很刚好的平衡。所以我们自己去的时候，觉得说那边的人都非常的友善。对观光客来讲，我们遇到的房东，还有清洁阿姨，甚至路人还有我们的 Grab 司机。那我们在搭 Grab 的时候，有时候司机就会主动问我们说：“你们去哪里啊？我跟你们讲你们在这边玩要注意什么事情啊之类之类的。”因为他可能听到我们用中文在沟通啦，真的给了超多建议的，真的。我们搭每一个司机啦，只要他会讲中文的话，他都是主动去跟我们讲话的那一个。那我印象最深刻是我们在 Pavilion 那个时候有遇到一个坐轮椅的大姐，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找说要怎么去4楼嘛，然后那个轮椅大姐就直接跟我们说，你们要搭手扶梯啊，在那边，在那边。我们做影片的时候没有发现，是后来我们影片上传之后，我们就大概就只有放那个1秒，那个大姐帮我们指路的画面。对，而且那个还远远的画面，对，马上就被认出来了。有网友跟我们分享说，那个轮椅的大姐她是之前残奥的国手。然后她现在就是在那个附近，就是卖一些口香糖啊、卫生纸之类的小东西。但是我们就回想哦，她那天来跟我们搭话，她没有卖东西，她就是很单纯的想帮助我们而已。对，所以我们真的觉得我们遇到的人都超 nice 的。那语言的话，我们台湾人去中文的普通话跟福建话，也就是台语啦，都买通。我自己是觉得去的时候沟通没有什么障碍。那如果你用英文的话，当然是更没有问题啦。我觉得唯一的小问题就是我们点餐的时候，菜单上面如果是马来文，我们就没办法了。对啊，但是因为我们去的餐厅大部分也是观光客会去的，所以你跟他要英文菜单，目前是都有。对，应该也是有。对，但是让我感觉到语言上最友善的时候，就是我们去 ICC 普渡，因为那个市场本身就是华人的小市场，然后里面都是华人在卖的东西，所以站在里面完全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一到 ICC 普渡，我觉得好像回家一样，东西超像的。一走进去有粽子啊，那种什么小飞机饼干哦，对，然后摆很多招牌也都是中文啊，就很像我们的菜市场会有的东西。动线其实设计的也很像，因为它就是中间有一区是给人家洗手的哦，然后商家是围在外面的，这个跟台湾很多的那种新的传统市场布局是很像的。哦，对，好像台湾百货公司、美食街，他们也都是长这个样子，所以其实我们都感觉蛮熟悉的。可是我们遇到很多路人，就是跟我们聊天啊，或者是我们有跟他问路的话，他都会顺便再问一句：“北京来的吗？”不止1、2个哦，2、3个问我们的第1句、第2句话，大概都是北京来的啊。北京来呀！啊，北京、台湾、台湾。嗯，我们口音很像吗？我也不太知道，还是说北京去的人很多？我们自己觉得不像嘛，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分得出来啊，对于他们可能就分不太出来。这个就好比我们台湾有哪个地方的腔，像台中人他们有台中腔，但他们自己不会这样觉得。台中腔超明显的啊，台中人就不会觉得说，我有什么台中腔？我觉得我们讲话都很像啊。再来是签证，台湾的护照是免签的哦。不得不夸奖一下，台湾的护照目前已经有171个国家是免签的，几乎是畅行无阻哦。但是马来西亚在这2、3天也有开放对中国跟对印度的免签，所以我觉得现在全球因为疫情之后的复苏，大家对于观光产业的开放力度都加大了，就跟泰国一样，泰国也开放了台湾跟印度的免签。泰国跟马来西亚有很类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针对印度这个地方开了免签，毕竟印度是全世界人口第2多的国家，而且印度正在经济起飞，他们的人变得有钱了，会出国了。观光产业是一个对于国家来讲帮助很大的事情，因为观光你只要人来了，他们去参观你的人文，人文这种事情是不需要花成本的。当然刚开始一定会有居民抗议啦，一定会说，因为现在开放这么多外国人来，我们这边生活品质变得很差，就跟以前我们那个中国人最多来台湾玩的时候，那个时候走到哪都是人，很讨厌，很讨厌。但是经济也相对的很好。对，台湾的旅游业因为陆客在起飞的时候，我们都有经历到，相信那个时候老板是赚得盆满钵满。再来是物价，超级便宜，食衣住行娱乐。我跟你讲，台北的半价不夸张，大概10块令吉，你就可以吃到1碗面，而且那个面料超多，多到满出来那一种。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在 KLCC 旁边的那一间餐厅哦，卖咖喱的嘛，就是那一间印度料理吧。哇，它真的很夸张，它就在 KLCC 的旁边而已哦。但是我们那一餐吃下来居然不到台币200，这个在台湾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对啊，KLCC 应该是好比我们台湾的101吧？对啊，你要在101旁边2个人吃一餐不到200，而且我们吃蛮饱的吧？我觉得很惊讶。我跟你讲哦，在101附近一个三明治都要满100块了。然后买衣服嘛，我们在 Pavilion 的时候，我们有特别去逛那个 Padini， 不只是女装啦，它什么都有。那我也买了几件衣服，很便宜哦，磅数很高的那种 T 恤，一件卖20令吉，150块台币。你去 Uniqlo 哦，那样的磅数哦，大概都是卖什么580之类的，夸张。女生的话买起来嘞，它的价钱其实也差不多，一件都大概台币200多，但是我觉得它的设计都很好看诶。如果在台湾是那一类型的衣服，可能要卖到500、600之类的。你好像也有买到毛衣吼？有，我有买到一件哦，那一件毛衣也就是200多块的事情。200多块买毛衣感觉很狂哎，而且我们买这些衣服的地方是在百货公司里面。
全马来西亚吉隆坡最热闹的地方的百货公司里面，我在挑衣服。它应该就很像我们的东区，我觉得是信义区，甚至是在微风里面，你买一件衣服只要150块台币的感觉。那真的很划算。因为在台湾只要是在商场里面，它的最低可能打完折还要500-600，差不多，跟那边不用，实在。而且更夸张的是，我们买完帕丁尼之后，然后我们就走到地下1楼去，发现那边还有更便宜，也是差不多款式的衣服。我们下次要再去逛那边感觉很适合挖宝。就我很惊讶，马来西亚在逛街这一块也可以这么好玩，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觉得它相较于泰国，我觉得它品质再好一点。因为泰国我们那个时候是去那个卡都卡市集嘛，卡都卡市集东西很便宜，便宜到不行，但是品质都不太好。你可能要预设说你那个衣服可能穿个1次2次它就要破掉了。对，因为卡都卡如果你要品质好的话，可能价格也是会跟台湾差不多。像我上次不是有去一间看起来比较有质感的店，我那时候买2件不就也700-800块的事情了。所以那个购物环境有冷气，而且走起来舒服，然后灯光明亮，有厕所，而且是一间很大间，而且你逛累了，旁边还可以坐着休息。哦，对他们椅子不吝啬的，我觉得摆的蛮多的，还可以接受。再来就是住宿，便宜到不行。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真的很划算。我是觉得啦，我们住的那个空间啊，它已经类似一个小套房了，已经比小套房再高级多了。还有泳池，还有健身房，还有 SPA，一个晚上2000块台币。哦，里面还有洗衣机，舒服到不行。顶多就是没有 room service， 但是走路2分钟旁边就有百货公司。不然你就叫 Grab 嘛。哦，对，它叫 Grab， 它可以直接骑进来，它到一个不会淋到雨的地方，你可以跟它面交。不然它也有一区就是可以直接放在那边啊，然后可能到了之后通知你下来拿，就都很方便啊。你穿个拖鞋哦，你就算下雨你也不用带雨伞，你下来拿上去就可以走了。我觉得台湾人现在真的是有钱才玩国旅，像我们这种小资族出国玩还比较省。而且我们不是有看到网友留言吗？他说我们住的那个地方还不算是豪宅耶，但是对我们来说，那个已经是非常豪华的住宿了。我都不敢想象哦，如果我在台湾，比如说住4星级饭店好了，一个晚上要5000块上下，我5000块上下，我拿去马来西亚，我可以住什么样的饭店？我不敢想，总统套房。而且不论那个饭店哦，我们单就 Airbnb 来说，台湾的 Airbnb 你2000块的价钱住到的品质也不是长这个样子哦。我觉得这也是台湾 Airbnb 它的那个生态很畸形的地方。台湾的 Airbnb 大部分的房源都是老房子，40-50年，它的外观几乎已经跟古迹一样咯。它一个晚上要卖2000块，我们都觉得台湾的旅游业会经营的困难，真的都是那些业者自己的问题。如果你去马来西亚订饭店的话，如果你是一个睡眠品质不好的人，那你要注意你的饭店附近有没有清真寺，因为穆斯林他们会做礼拜，做礼拜的话，他们一天可以最多做到5次，那他们附近就是会有广播，最早的话凌晨5点大概就开始了。所以如果说你的睡眠品质不好，很容易被吵醒的话，那你要注意，要避开。那我们住的地方有吗？看得到，但是听不到。那应该蛮远的，因为我们是住6楼嘛，6楼算是比较低的楼层，但是它距离我们还蛮远的。不然就是你们要调高一点的楼层。饭店应该都不会啦，因为饭店的隔音应该都比较好一点。再来就是出行，那我们这次移动的话都是搭 Grab， 舒服、便宜、方便。有一个小小抱怨的点，马来西亚交通很可怕的，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道路规划，我觉得可能没有到很完善。他们感觉好像是先有城镇道路再延伸进去，所以堵车的时间变得非常的久，等红绿灯的时间也很久。就可能是说你主干道跟支道要汇流进来的时候，那段时间都等超久的。所以我们很常搭车的话，司机都是到一个地方之后，他就会问我们说，你们可不可以先下车？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接受啦，因为其实用走的没有多远，但是你坐车就非常远。然后再来是遇到老司机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有一次就遇到菜鸟司机，我发现马来西亚它很多路都是要绕捷径、绕小路才会走得快。然后如果遇到菜鸟司机的话，他不知道这些路就开始乱走了。哦，对，那我们在台湾我们用的最习惯的导航就是用 Google Map。马来西亚的话，他们当地人习惯用的是位置。他们用的那个位置哦，他们有个问题，开启的时间非常久。我不知道是不是都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导航的司机他们大概都有2-3只手机在用，一只负责接单嘛，那另外一只就负责导航。我们上次遇到那个司机，他就是一直用位置跟 Google Map 在做切换，因为他在找路嘛。但是他用位置的时候，我就看到他有亮那个蓝色的画面哦，亮超级久的，这就很尴尬。Google Map 快，但是他不够了解马来西亚的路；位置他了解马来西亚的路，但是他不够快，就变成说2个都可以互相补足，但是就是会拖得比较久。然后他们的机车是可以上高速公路的，因为在我们的理解里面就觉得高速公路速度很快啊，然后你机车上去，毕竟是
肉包铁、铁包肉的差别。对，而且我们看马来西亚它的高速公路，他们也没有把机车跟汽车的道路分开嘛，他们是一起的。他们可能也有快车道跟慢车道啦，但是我们看到摩托车都是跟。对对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从机场到市区的时候，还遇到有发生机车车祸事件。撞得很惨哎！我记得那个司机大哥他就说摩托啦，有是摩托啊。对，因为那时候开到一半突然慢下来，停住了，然后那个大哥一看到就说那是机车事故。呀，摩托 again 啊！对，感觉好像还蛮常发生的。再来就是吃啦，吃的话，马来西亚绝对是全世界最好吃的国家之一。我觉得基本上只要有华人在的地方都不会难吃。但是马来西亚有个优势，去那个国家可以吃到3种不同道地的料理。华人绝对是全世界最会用火来料理的种族了。然后印度料理、马来料理，你去一个地方可以同时体验到这3种料理的口味，也可以体验他们的文化，CP 值超高。再来就是天气，那天气的话，我觉得跟台湾的夏天蛮像的啦。马来西亚好像只有夏天跟没有那么热的夏天，跟会下雨的夏天。我们运气蛮好的，就是我们去的那几天只有一开始有下到雨，那时候我们也刚好都是在室内，都没有淋到。除此之外，天气都很好，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如果一早有下雨的话，很棒哦。马来西亚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他们因为印度尼西亚那边在烧巴嘛，所以它的霾还会飘过来。就是你如果早上下雨的话，空气中的灰尘会被下掉一些，但是你一到下午晚上那个烧巴又飘过来，就看不到了，能见度差很多，就有个优势。去那边玩你不需要带厚衣服。行李会空很多的位置出来，可以带其他的伴手礼，还是可以带一件薄的外套，因为它一进商场冷气超强。再来就是电压，电压是220的哦，要注意你的电器有没有变压器，有没有变压功能。它的插头的话，因为他们以前也被英国殖民过，所以他们是英规的3条线的那种，记得带转接头。有网友后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不是有去亚罗街去开榴莲吗？榴莲还有卖那种散装的。那如果你是敢吃榴莲的人的话呢，会建议直接你开一整颗，一整颗的话它是最新鲜的。这个榴莲它开出来是一房一房的果肉，那你要注意店家有没有漏开的状况。那时候我们的在开的时候啊，它不是先破一半，大概有留一些垫底，就当做碗嘛。那时候就在想，这个碗下面看起来很大，那里面没有吗？有很多网友跟我们说，你们那个下面还有一房，你们浪费了。但是我们不会知道啊。其实我们也不好意思再去叫他开了，因为台湾没有榴莲嘛，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榴莲是有没有什么规则之类的。但是也有网友跟我们分享，那个有些是无良店家的手段，因为你花钱买了1颗嘛，因为它1颗是称1公斤在卖的。对。那它最后你吃完了，你人离开，它再去捡你的壳，把你的那个壳剩下的果肉剖出来，再当成散装的卖。我们是听说的啦，对，我们也没有证实，只是有疑问而已。下次有遇到的话，再分享给大家。也有人跟我们说，你剩下的你要打开，对不对？你就手按住两边，用力下去就开了。我下次想试试看，明年去再实测给大家。徒手开榴莲。因为我很喜欢交通工具啦，所以我特别观察他们的汽车。我发现他们汽车哦，驾驶座跟副驾驶座的后面都会有一个小挂钩，但是哦，要 Perodua 的才有。就是它有某一个车款都是会有那个挂钩的。那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国产车有做到符合这个地方人民的使用习惯。我们在车上就是会有一个需求，就是东西买来想要挂着干嘛的。对，但是他已经帮你做好了。我跟你讲哦，那个在台湾你都要加钱才买得到。但就是我们自己很土炮去买那种 S 型挂钩勾在上面。然后他们的摩托车的长相很好玩，他们大部分是半自动挡，有点类似我们挡车跟塑胶车的结合。但我觉得他们那个车在台湾应该就卖不好，因为我们台湾人很讲究，置物箱要够大。对对对，脚踏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跑外送啊或干嘛之类的，你还要在前面再放一个保温箱。对，再来就是台湾很常下雨干嘛的，所以里面一定会放雨伞，还要再放安全帽。如果不放里面的话，会被偷走。这是常用机车的人的心得啦。我跟你讲，你在台湾你安全帽挂没试试看，你买个东西回来就不见了。我以前真的有被偷过安全帽，但是我跟你讲，在南部哦，安全帽挂外面没关系，你便当挂外面，他提走给你看。总结就是我们这次的旅游心得，我觉得去马来西亚玩是一件 CP 值很高的事情。不管是你的旅游成本，重点是你花一样的钱，你可以一次体验到3种文化。我觉得最值得体验的是印度文化，
台湾人去印度应该工作比较多，去玩的人也有，但是它不会是我们去旅游会选择的国家。对，因为它的困难度比较高。对，而且我相信应该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看一些国际新闻，就是会有一些治安上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你想要体验印度文化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去马来西亚。我们下次可能也会去，比如说像他们有一些区叫什么小印度区啊，还有什么印度街之类的。我们下次想要去那边逛，有没有人可以推荐说比较建议去哪边？交通好抵达的，对，或者是很推荐的印度料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以上都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受，如果有说错的地方，欢迎底下跟我们留言分享哦。还喜欢我们的朋友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